你别说这个造型让我想起来啥，擎天柱的台译版本是怎么来的？无敌铁牛，你们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吗？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CT01出品的这款变漆擎天柱。盒子的包装其实还挺有噱头的，侧面这里是2个魔术粘扣，打开以后透明的窗户直接就可以看到大哥的实物，而且后边的这个吸塑啊，也是那种仿丝绒的质感。这个包装让我想起来曾经的蛇年大力金刚应该也是这样的形式。纸品方面有一份说明书，但是这个变形指示并不是很详细啊，看着就是拍的照片，但是也特别模糊，以及在一些需要变形的零件上面，其实看起来还是挺乱的。配件内容：手上拿着一把大枪，上面有不错的做旧效果啊，一把斧头，透明零件做的斧刃，用银漆点缀出来分色的效果；一把刀，前面的这个尖儿还是挺尖锐的，不过造型方面做的来说还是不错的。来看玩具的实物，身材比例方面我觉得做的还可以啊，但是在美型上边莫名会觉得很方。唯一缺失就是在了这些圆润的倒角过渡上边，尤其大腿这一块过渡的时候，这个角给的太直了，稍微的切圆润一点点啊，可能效果会更好吧。同样的问题还有小腿的面板，其实吧，这一款在细节刻画上面看这些散热片以及小腿肚子里边这些纹路啦、细节啦，都算是可圈可点。如果说能再把整个的腿部这种圆润的效果稍微的再做一些弧度的话，可能就会更好看了吧。包括腹部以及手臂上面的这些纹理刻画，做的还是很精致的。再加上现在的大货版好像比之前的样板多了一层这种旧化的自洗涂装。所以整体的质感还是做的非常不错的，尤其我挺喜欢烟囱这一块的喷涂效果。但胸口吧，莫名感觉你看还是太方。其实它有做一个隆起的夹角胸的角度啊，就是因为边缘的这些地方的过渡不是很明显，包括肩膀上方、脖子这里边的细节，做的都还是很细致的。之前人们反馈说啊，样板的时候那个头雕做的不好看，现在大货版本也是更换了一个全新的头雕，其实是要比官图的时候大了一圈的，包括眼睛的刻画、面板的细节、口罩的纹理，这些也全部都重做了。相对来说是要比之前的好看出不少啊，但是你要说完美还原变漆嘛，其实也差了些意思。脖子是球形关节，360度旋转，来回的活动没有问题。肩膀平举，90度多一点点，360度旋转没有问题。二头肌360度，不同于以往的机器人，胳膊肘这里1段或者2段关节啊对折就好了。它这一回呢是做了一个联动的手臂，可以看到它这里边有一个连杆，下方这里有一个连杆，就做成了手臂弯折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联动的效果。好处是玩的时候还挺带感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当你活动到45度的时候，中间这里会出现浮空的窟窿。还有就是你在曲轴90度的以后啊，这个胳膊会突然短了一截，因为这一节已经缩到小臂里边一部分了。再有就是它只能折到90度了，锁死了，所以也算是有利有弊吧。手腕这个地方左右并不能旋转，但是上下可以稍微的活动一点点，可惜是个动手。此外，胳膊上面还有一个小的噱头，这里边有一个伸缩的滑道，双段关节，后边有一个钩子，我们把这一块稍微往开拖一点点，拉开，手臂整个翻起来，就可以把它的手炮转出来。一体变形收纳的手炮，这个也算是一大噱头了，很好玩。2个手臂里边都有。腰部360度旋转，弯腰的独立关节也是变形的需要。前后裙甲无法活动，所以你的前踢关节大概踢到个70-80度的时候就会被阻碍到，后踢一点点，侧踢的话倒是也能踢平，不会影响到。我逆变的时候好像漏了一点这个侧裙甲，当你在旋转腿部的时候，要把这一块往前或者往后折叠过去，这个时候再旋转腿部才不影响。不然的话，立在这里左右转腿的时候是会卡到边儿的啊。我觉得这一块设计的没怎么想好啊，应该是把它连在腰上。这回也是因为变形结构的需要吧，它放在了大腿上边。膝盖活动有2段的关节，屈腿幅度还是挺大的，并且里边有挡肉。脚踝接地整脚很大的幅度。
身高方面到头顶在20公分左右，所以这款擎天柱的设计风格和其他的一些第三方产品刚好相反，有的是整体看起来不错，但细看哪都不行。这款 CT01是细看哪个地方都挺好看，但拼在一起就很不像电影柱子，因为电影柱子更多的是零件不光复杂，还有圆润的过渡，尤其外转和变漆这2个题材之中。但这款擎天柱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变形设计，算是一个颠覆性的感觉了。那么我们直接来开始吧。变形第一步，我们先把它翻到后背来，弯下腰，脱开这里边咬着的扣子，完全的拉出去，肩膀后方这里和顶盖的锁定位置，然后整个往前翻，全部的这块面板立成平的。接着脑袋我们往下稍微压一点就好了。说明书让你旋转180度脑袋，其实那个是在旧版头雕的时候的一个变形方式。新版的这个脑袋会比较大，如果你旋转脑袋的话，这块会扣不住，而且口罩会蹭漆。所以通过这个球形关节稍微的往下折一点点角度就好了。然后侧面这里有一个小的三角区，记得翻下来。翻下来之后啊，刚好和这个窗户眉的缝隙接平，让这一块的口对平。哎呀，用这个小的造型零件把鼓起来三角的边缘结合。嘿，这一步千万不要忘。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变形手臂了。先把它打一个90度向后，然后注意手臂这个地方。双关节的地方拉长，里边有一个滑道，脱开钩子，再旋转180度上来，摊平之后，把这一块压平。然后就要说到它这个胳膊肘为什么设计成为这种搓动的90度转轴，可能也是为了变形的需要吧。你看，把它往里一折，收起来，这样就压到一个很小的空间。嘿嘿，就是这么想的。接着把这一块往后旋转180度，好的，顺着这里边捏着门板，整体的翻过来。另外的一侧依旧拉开这个地方，旋转，推平，然后往内收，双关节压过去，烟囱旋转180度，整个往过折。在折的时候呀，小心这个角的边缘啊，我们要把它贴紧了，哎，垫在里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往下盖这一块大板子。注意根部这里是双段关节，从窗户眉的这一层的轴去折叠，往下压，压下来之后，通过这里边的插口和手臂结合固定，对准，压齐。接着灰色的零件再往下旋转90度，手腕侧面这里又有2个洞，对准这个眼儿插进去。模具的精度还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你插的时候其实扣子就等在那里。接着侧面的车门双关节拉起来，根部这里也是有滑道的，注意侧面这里的扣子也对上，这里滑道压平，把它插满，嵌合。基本上车头的这个型儿就有了，我们翻到后边来，折开这2个夹角，顺着这里边的缝隙凹槽，把它锁进去。其实也相当于堵个肉啊，也相当于锁个边儿。这一块如果你插不进去呢，绝对是你胳膊没有变好。当你都每一个卡扣严丝合缝的话，这个地方会直接滑进去。上半身的变形设计可以说非常有意思啊，里外面的大开大合反包了一下，整个从这一面掉了一个个儿，用里边的零件做出来平整的面和涂装的车型造型下的刻画。虽然是一个假胸啊，但是里外面的这种翻转变形设计可以说是非常巧妙了。来看腿部的变形，一定要记得啊，我就把这块忘了逆变的时候，大腿的这块侧裙甲旋转180度，尽量的往下贴一贴，无所谓。大腿根旋转180度转到这面来。打开下方这里连接的卡槽，脚丫子折叠收进去。注意腿根部这里是一个双段关节，往后拉，这里有一个滑槽，推一下，往中间聚一聚。然后下方这块银色的面板往外翻，手指头顶一下，把里边的这一片深灰色的零件拉开。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侧面的这一条拆开，
卸开中间这个位置的卡扣和油箱连接处，然后双排轮旋转立起来，把这块蓝色的腿甲打横，这块板子藏到下面去，翻转180度，再旋转过来轮子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扣子等着你卡上。好，这个时候通过这个双关节折叠往前放，把腿板放下来，后边的扣子跟膝盖的装置连接。哎，膝盖上的车灯是真零件变出来的，这个就很棒啊！在变漆的膝盖里边，确实是车灯的刻画，但是真正的运用到了变形的环节中，这个还是第一次见到啊！真的变成了车尾灯，有点意思啊！空间结构和零件转换的这种玩法，这个设计师玩的还是挺溜的。就是注意这个地方的小滑道，记得往里推一下。脚丫子贴上来，可以看到啊，这条腿也是一个大开大合的里外包裹，甚至吧，其实也似曾相识。之前的 SS 那款外转的柱子也是中间的这样的连杆，然后4片包下来的。不过中间的这个杆子韧性还是不错的，我折了一下，应该是掺了尼龙的材质，不会轻易的出现白痕。这个时候轮子再往外，把这个扣子一定要锁到位。卡进去之后，把这块双关节往前推，这里边并没有什么插槽，只是靠膝盖这个位置的扣子连接。好，2条腿我们现在就搞定了，插起来，后边的拖挂就变形完成了。整体来看的平整度还是可以的，包括这些细节的纹理刻画，这里边预留了车厢的挂载接口，并且做到了双排的后轮。哎，这个设计师有点东西啊，里外的大开大合，又是这种转换的方式，但最后处理完的效果啊，非常的恰到好处。膝盖真实的用这车尾灯去变形出来，轮子隐藏的时候，车型状态下是双排轮，人形隐藏进去一半，露着一个轮子的边儿。所以这款的设计，我觉得在零件转换上面运用的非常巧妙。但可惜的是，质感稍微有一些拉，它并没有太多的合金零件融入进去啊，让双腿那种厚厚敦实的感觉，以及最后你变形完成啊，其实卡扣并不太多，2条腿中间夹住的面板仅靠车尾灯这一个地方去固定，还能看到一个缝隙的贯通光，捏起来也容易塌进去啊！哎，这个我觉得也是没有考虑到的地方。最后扣合车头，把这块90度放下来，我们把这个先打开，哎，贴往上折，注意这里边的所有的锁扣位置，这里边挂着一个环儿，前方这里的方桩子扣进去。不要着急啊，我们先变这个形态。在研究的过程中整出来一个这样的形态，三蹦子。你别说这个3轮车滚动还挺溜的，只是可惜呢，前方这个地方的保险杠就没办法扣合回去了，会把这个轱辘挡到。我们稍微的折一点点吧，哎，炸起来这个造型也挺霸气的，就很废土，很疯狂的 Max， 哇，废土3蹦子，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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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哎，你别说这个造型让我想起来啥？你擎天柱的台译版本是怎么来的？无敌铁牛，你们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吗？前轮在收纳的时候是有一个角度折上去的，为了更服帖后背，所以在变车型的时候，我们要把它掰到90度，180度旋转出来，你就会发现这里多了一个扣子。哎，所以呢，这一片再折上来的时候，这里边还会出现一个插槽，是固定这个轮架子的。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些锁扣全部都挂上。注意轮架子里边这个扣子也要把它挤进去。好，全部插满之后，轮子侧面这里用这个扣子固定住，它就不会来回的活动这杆子了。这时候前方的保险杠，注意这里边其实是燕尾锁，先折这一片，因为这里会有一个公扣，然后用另一侧的母扣再咬一下，保险杠偏合好，左右这2片再掰平。
那么好 ，CT01这款擎天柱我们就变形完成了。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变形过程中啊，还是非常享受的，环环相扣的锁定以及里外面的大开大合翻转，玩起来也能感受到这个设计师非常的有创意。前方车头这一块锁的可以说是严严实实、环环相扣的这些套合的锁定以及维度的咬合，让这款车头的一体性非常的棒啊，根本就不会散开。唯一可惜啊，车后边这里。车头这儿露着一个大窟窿啊，并没有一个盖板来把它填一下，让这个一体性也差了很多。后边拖挂的部分整整齐齐，刚才我们也说了，双排的轮子能做出来非常的不错，用膝盖的真实零件变形成的车尾灯，而且还有很棒的一体变形保险杠，这一点设计也是不错的。能收纳完了保险杠以后，后背还显得特别干净，把所有的零碎东西全部卷到了肚子里边，换了一个面，是这一款的主要设计逻辑。所以也是刚才在说这一款的变形设计方面，我绝对给一个很高的分数。这款玩具差在哪里？确实是在美工上面需要再下一些功夫，能做一个更圆润的电影造型，或者说更贴近于电影里边那种身形的效果。此外，还有在把玩过程中，我个人发现的两个点，一个是肩膀上面的这两个小三角区，也就是堵这个窟窿的零件，还有车尾灯的这两个零件。中间的转轴它并没有穿铆钉进去，而是用了这种凸点轴，就很容易脱下来。再一个，尤其车尾灯的部分，其实这个地方是要绷着力的。如果说你这个扣子扣不好的话，它这个转轴是很容易脱开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改成这种真实的穿轴进去啊，用一个钢轴固定一下，揪着的劲儿就够了。涂装和面板刻画的细节都非常的不错，但整体拿起来质感偏轻，没有大面积的合金零件，导致了这一款轻飘飘的。确实也因为它毕竟售价都不到200块钱，有一些成本还是要考虑进去的。轮毂有非常漂亮的刻画和涂装效果，变形到位，推车滚动也是非常丝滑的。变形完成，车型长度在16公分，宽度在6公分左右。其实这个尺寸来说也不算太小啊。那么总结一下 ，CT01的这款擎天柱是一款优缺点都十分明显的作品。喜欢变形设计的这些把玩党们，可能对它会有一种独特的青睐感吧。确实，这些零件的转换实在是太好玩了。但如果你是战师党，想要更还原的擎天柱、更美型的效果，这一款可能还是差了些意思。问题就是出在这个美工上边以及这些圆润的倒角过渡上边，所以也能切实的感受到这个新的设计师在设计想法上边算是非常突出的。但是美工方面，我觉得他还是有待加强，或者需要一个美工师进行一些团队的协作，才能创造出更棒的产品吧。但终归来说，潜力很大。零件的运用绝妙。那各位屏幕前的观众觉得这款擎天柱设计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们的看法。那么这期我们就玩到这儿吧。